大家好，我克里斯，今天又來騎車啦，沒有錯。自從接受了速可達之後呢，就被速可達為所欲為的方便性給征服了。但是內心深處 ATV 魂仍在蠢蠢欲動。眾裡尋他千百度，有台車似乎能夠達到完美的平衡。所以說，眼前這台入門本田魂，辦得好，以不同區域、不同店家，只要馬幣13到14千左右，大概是台幣10多萬的 Honda ATV 160。先從外形講起，畢竟灌入 ATV 冒險元素到我中小排氣量的龍骨速可達車款Honda 應該算是先鋒吧，所以我就覺得 Honda 可以說是這類車型種馬般的存在。不少其他品牌同性質的車款外形或多或少都致敬了 Honda 這系列吧。來回頭看看這台 ATV 160，第一眼看過去呢，其實不會散發一種很兇、很浮誇的感覺。擋風鏡其實是蠻帥的。有兩個高度可以調整，但是就是要用2隻手去切換，所以騎人中是沒有辦法去切換的，算是相當入門的基礎，卻也不失實用的設定。從側面看絕對是 ATV 160最耐看的角度，龍骨非常的漂亮啊，高低沒有突兀的變化，看起來緊湊紮實，稍有戰鬥。可能它沒有刻意去裝成一台很越野的車，而是把 ATV 該有的外形元素控制在一個可以說是日常冒險所能接受的一個比例裡面。然後車尾的設計也非常的 Honda。再看一下，不張揚不花俏，但整體的層次感跟完整度都有顧及到。整體來說，ATV 160算是一台顏值相當棒的龍骨速可達。而且體型有大型摩托車的氣勢，還有氣質，帥帥。然後呢，可以稍微看看這個，哇，看到沒有？這個阻尼的質感，哇，加油的時候會讓你非常有儀式感啊，這個非常有質感，讚讚。快速解釋它規格的話首先顧名思義，這台車是從 ATV 150優化升級而來，搭載單缸水冷 159.9cc 的 ESP Plus 引擎。動力數據的部分，馬力大約16匹，扭力14.7牛頓米，車重133公斤，座高780mm，整體設定其實是蠻友善的，採用傳統的 CVT 皮帶傳動，電控配備有循跡控制，然後單通道 ABS， 999前輪有 ABS， 也許是要降低成本吧。雖然我認為後輪打滑可控性會比前輪好很多，但它畢竟是 Honda 嘛。後輪沒有 ABS 的話，我總覺得那裡怪怪的。像我這次有在雨後的柏油路哇，剎車時候其實後輪就是蠻容易打滑的。這個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至於儀表板的部分呢，就是一個非常傳統也保守的 LCD， 該有的資訊都有。然後 ABS 不能關，但是那個 T 息可以關。然後按鈕都很大顆，都很直觀。然後這有一個置物空間，裡面有個 USB 充電孔在這裡，它關起來質感也是 OK， 讚讚。座椅底下的空間呢，比我想中的大，大約有30公升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打算另外加掛側包或後箱單靠原廠車廂的話，應付大部分的日常使用甚至輕旅行我覺得都不太有問題啊。嘿，既然這台車敢以 ATV 自居，那麼不巧，小弟克里斯也算是越 ATV 無數，所以現在呢，我就以 ATV 的視角來看看這台車其他性能還有規格的表現怎麼樣。Go！ 首先，這個剎車真的很棒，不管是鋪裝還是非鋪裝道路搭配 Federa FD297 多功能胎，剎車力道要多少就給多少，讚讚。另外，論及 ATV 必備元素的話，續航算是首當其衝。ATV 160油箱 8.1 公升，以一台不到200cc 的速度來說，應該算是勉強及格。但 Honda 的高效能遠近馳名，理論續航大約可以說在300到350公里是沒有問題的，應該不太會有里程焦慮。騎士三角 OK， 大腿擺放挪動的位置也算相當舒適，就唯獨這個坐墊包覆性、支撐性是 OK。但這個坐墊厚度是有點太薄了，坐久了的話，我的屁股是有點麻痹。然後輪胎配置前14後13寸，懸吊行程大約是前130mm， 後120mm， 還是偏向公路舒適跟偶爾應付顛簸路況的取向。先說結論，這組原廠配置的懸吊非常的棒，讚讚。
133公斤，配上14.7牛頓米的扭力，其實它的加速哦，我是不太期待的。畢竟這也不是強調性能的車款，但熱氣調教的引擎跟傳動的細膩順暢程度才是我比較在意的。那就來幾趟油門一拜，試試幾雷吧。起步反应算是溫馴，不是那種爆衝性設定，而是很線性還有掌握，適合放鬆的節奏，走走停停。中段速域的加速是它最舒服的區間。你在時速40到80段補油哦，車子有明顯的再加速感。像我現在騎的這種類似台灣縣道形態的公路，需要不快不慢的巡航節奏哦，它其實是蠻對位的。它的動力不是推背，而是那種持續往前拉。至於高速延伸性方面呢，時速80往上拉還是可以拉啦。但加速體感哦會明顯的變緩，大力去到110至120哦，可能就有點緊繃了。整個動力個性你會感覺它更偏向穩穩巡航，這個動力配置的回饋感，在這個級距是很合理。但如果你的需求是長時間高速巡航，那這台車是有點吃力啦。對我個人來說，其實非常夠用啦。像我以7000轉左右，維持在一個時速88到90左右，算是它的巡航甜蜜點。以單缸車這種 RV 速度，在綜合巡航表現來看的話哦，ADV 160它的機身三角，它的車身穩定性，還有懸吊的表現哦，絕對是及格之上。當然，最符合我期待的還是它油門與車身的配合，非常的日系。它的油门開度哦跟輸出對應蠻一致，彎中補油不會突然爆衝，對新手壓力哦會小很多。如果想要在連續彎中稍微激烈操駕的話，那這台車也算是蠻有樂趣的一台車款。Yeah, I'm not gonna lie, got her hot gonna yeah, get her pretty fried. My lady papa Zenny, got her lady papa money, why she waiting on me? Yogi my area, yogi my area. Keep on heading if you want, I drive it like a night. I don't wanna hear you, 지겹잖아 이제 넌 like I'm Bango, cutting my hair. I just keep going though, 소식권을 믿고 I fly non-stop. Kelly에서 New York, 구름 위로 hop on. Drive out and riding birds, honeyberry counting doves. I do what I wanna do. 나의 문이 원 너는 쭉 Off-road baby， 正所謂勉強是沒有幸福的。但既然它膽敢成為 ADV， 那就勉為其難來 off-road 擠了一下。那我現在就跟大家直接說我的結論。ADV 160一副一般，節奏比較穩定的顛簸，像是補丁路、碎石路，或者是連續起伏的柏油或是土路，它的表現其實是蠻 OK 的。165mm的離地高度，真的算是不俗的數據。加上偏舒適取向的避震設定哦，可以把細碎震動吃掉，不會一路頂到騎士身上。但是如果是太過激烈、高低落差的碰撞哦，車架或是車殼傳出聲音哦，還是非常的不妙啊。可是呢 ，ADV 160避震懸吊整體的表現其實是遠出乎我意料的好。懸吊壓縮跟回彈的阻尼感哦，我覺得已經超乎入門級該有的一個水準了，真的不讓我不斷想要去強調重複哦。這種懸吊真的是有超乎我對它的期待，動力輸出又偏溫和，而且很線性，所以在這種低抓地力的路面哦，其實也非常好操控。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台不怕爛路的通勤速可達，或是一台可以放心騎進非鋪裝路面的日常用車，那 ADV 160在輕度越野這一塊哦，其實是有加分的。當然，前提是要選擇好路線，畢竟前14後13的輪框配置的極限就是在那裡。順帶一提，胎壓我是打前輪28 PSI， 後輪則是32 PSI。目前各種道路騎乘起來哦，是沒什麼別扭的感覺。但如果你是想要其他去些 Enduro 的進階路線哦，又不計較車損的話，那你光要 TC 進於土路，相信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樂趣與驚喜。但是我還要說一下啦，它的動力真是太柔和了，真的在那種非常濕滑、抓地力極差的路面哦，你油門一拜哦，才有辦法體驗那個動力滑胎。但是我覺得以實用性來看的話，像這種土路上坡的話哦，光要 TC 的話，其實是它蠻實用的一個功能。讚讚。
整體體驗下來，老實說，我應該蠻清楚這台車的定位。我覺得 ADV160這台車呢，日常轻鬆使用哦，絕對是相當舒服的車。以這尺寸來說，操控依舊靈活，動力輸出也很好拿捏。心血來潮的時候，心裡偶爾突然想要騎遠一點，離開城市繞路搞搞浪漫的人，那 ADV160其實也算是一個蠻合理的選擇。而且 Honda 在馬來西亞二手保值程度可算是前段班。至於在我心中哦，可以跟 ADV160抗衡的，就是上揚 Husky 150。哇，那一車的外形跟設定哦，真是完全是符合我的胃口。掛上保桿哦，更是超 man， 而且價格大約落在馬幣10千。如果在台灣市場有賣的話，我相信就算是開價一個台幣10萬、11萬哦，依舊是香氣四溢。哇哦！最後呢，接下來如果有時間的話哦，我也會骑在 ADV160到處去走走、晃晃、搞搞浪漫。OK， 哦，其實現在還沒訓完車嘞，就是我騎到300多的時候哦，有去問一下那個車行要不要保養，他說 no，1000再保養，首次保養在1000公里，目前還差一個大約500公里吧。OK， 那我要努力的騎，讓它早日保養之後應該是解封印了吧 ？I don't know， 不懂哎，我基本上都是沒有當它在新車在吵架的感覺。OK， 希望應該品質 OK 啦，耐操啦。OK。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我是克里斯，我們下次見。